普京临阵换将，俄军发动3线强攻，导弹援助到位了，朝鲜军团发动大规模冲锋。M1A2T 抵达台湾，过桥没问题。根据乌克兰军事观察12月15号报道，俄罗斯军队在西维尔斯克方向展开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突击。这次行动紧随近期俄罗斯高层的指挥官更替。俄军在12月14号在西维尔斯克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了3路机械化攻势，参战人数超过400人，动用约30辆装甲车、13辆装甲吉普车和60辆摩托车。乌克兰分析员布图索夫指出，俄军成功突破了乌军4个防御阵地，并投放了步兵，但乌军凭借无人机、炮火支援以及近战战术，最终击退了这次突击。目前关于战线的变化并没有确切的消息。乌克兰卢甘斯克部队发言人博波夫尼科娃少校在12月14号表示，俄军在西维尔斯克方向的最新攻势中动用了超过100件装备，1天之内发生了55次交火，显示出前线区域战斗节奏显著加快。这次俄军突击显示，尽管在战术上有所改进，能够进行更大规模、更协调的攻势，但在机动性方面仍显不足。乌军分析机构指出，俄军作战方式的改变可能和其指挥层的变动有关。在2024年11月初，俄军在西维尔斯克附近遭遇了一次大规模失败，加上谎报军情事件的曝光，导致俄逮捕了第3联合武装军内的几名旅级指挥官。一位俄军内部消息人士，包括第3联合武装军指挥官少将德米特里·奥夫查罗夫。第3联合武装军的前身呢，就是所谓的卢甘斯克人民军。该武装势力是乌克兰卢甘斯克州的亲俄武装势力，成员和指挥层大多是没有经历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乌克兰分析人员警告称，俄军这次突击经过精心准备，特别是在突击单位与通信、电子战及无人机作战之间的协调，这对于俄罗斯指挥层来说非常困难。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普京的爱将、原任东部军区联合兵种编队司令的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现在已被调任该地区的总指挥。此人呢，在1999年毕业于车里亚宾斯克高级坦克指挥学校，先后在俄罗斯联邦军队综合军事学院、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基础扎实。乌军需要改变即时策略来适应俄军的新的进攻节奏。国际战争研究所认为，虽然俄军这次的表现比以往更好，然而俄军在该区域一直难以执行有效的攻势。新将领能够有效控制基层混乱的俄军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同时，乌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刻派遣增援部队，试图夺回该村的防守阵地，并成功地稍微击退了俄军的进攻。未来西维尔斯克的战况还难以预测。同一天呢，在红军村附近，俄军发起了又一次关键进攻。据报道称，俄军对皮夏涅发动了猛烈炮击，迫使负责生产的焦炭矿场关闭。皮夏涅是乌克兰最大的焦煤生产地，也是东欧最大的焦煤生产地之一。该地为钢铁制造公司提供了半数的煤炭供应，用于多个工厂的钢铁生产。这是俄军完成对红军村的战略打击目标之一。该工厂被迫关闭，预计乌克兰钢铁产量将从2024年底的750万吨骤减至200到300万吨，或许会对乌克兰钢铁生产业造成重大影响，也是乌军此前希望将俄军挡在外围的原因之一。目前，俄军显示出从南方强攻的意图，可能选择托列茨克路线，直插城市中心，并分区块逐步推进，避开红军村和米尔诺赫拉德的坚固防线。这表明俄军通过有效的情报侦察，精准打击了乌军的防守节点，实现了战术上的成功。除了红军村和西维尔斯克，其他方向的俄军也在进行小规模进攻。利曼方向的俄军正在集结部队，为未来数周的进攻做准备，进行小规模侦察攻击，以识别乌军防御中的薄弱环节。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俄军试图通过小规模步兵群渗透到乌军后方阵地，但乌军拥有充足的炮火支援弹药，而且地雷阵有效阻碍了俄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
库拉霍夫方向，俄军不断的变化战术，在某些区域使用装甲车队进攻，在其他区域呢，则使用步兵小组、摩托车及全地形车进行攻击，常在雾天作战，妨碍乌军使用侦察无人机。在乌斯平尼夫卡和甘尼夫卡区域，消除乌军在乌斯平尼夫卡和甘尼夫卡的桥头堡，使俄军能够沿着库拉霍夫、多利、乌斯平尼夫卡轴线对前线进行重新排列，并进一步向西推进至达奇内和泽列尼夫卡。弗列米夫卡方向，俄军继续推进，依靠小规模步兵群、航空无人机及装甲车辆支援，但遭受重大人员损失。尽管如此，俄军指挥层不太可能放弃夺取沃希尔卡的目标。总体来看呢，乌军通过有效的防御和及时的增援，成功阻止了俄军的全面突破。然而，俄军在多个方向的持续攻势，对关键后勤节点的打击，给乌克兰的军事和工业能力带来了严峻挑战。未来几周，前线局势仍将高度紧张。根据福布斯12月14号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称，朝鲜步兵已经开始在库尔斯克方向进行大规模突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指出，俄罗斯已经将大量朝鲜士兵编入整合单位，参与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行动，目前仅限于该区域。一段在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疑似朝鲜步兵在开阔地带以列队形式进攻，缺乏车辆、炮兵或空中支援。这段视频据称由乌克兰无人机拍摄，但爱沙尼亚分析师警告称，尚未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部队确为朝鲜士兵，需要等待更多的确认信息。然而，泽连斯基指出，朝鲜部队的伤亡已经有所增加，证据可能会在近期出现，从而证实其参与。朝鲜对俄军的支持，在战争进入第4年，俄军伤亡加剧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自从普京下令收复库尔斯克，并持续打击乌克兰的堡垒城市红军村以来，俄军每天的伤亡人数激增，部分日子的死亡和受伤人数超过2000人。这一数字远超克里姆林宫的日常补充能力。约有12000名朝鲜士兵被派遣到前线，填补俄军的人力缺口。除了人力支持，朝鲜还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车辆和弹药，包括布尔塞4导弹发射器、M1989榴弹炮、M1191火箭炮、KN-23弹道导弹以及数百万发炮弹。这些装备大大增加了俄军的火力。尽管朝鲜部队目前主要集中在库尔斯克地区，俄方可能在未来将其部署到前线其他受损严重的区域，以支援俄军的整体作战需求。然而，俄朝部队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显现。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12月14号报道，库尔斯克州的俄朝混合部队因语言障碍导致一次友军误击事件，造成了8名车臣阿赫马特特种兵阵亡。此外，俄朝部队在库尔斯克州的总损失已达200人。乌克兰无人机对朝鲜阵地的频繁攻击，也表明了俄朝联合部队在战场上的整合仍存在显著问题。俄罗斯和朝鲜的合作关系源于多方面的利益交换。对于俄罗斯而言，朝鲜的军事支持，尤其是在人力和装备上，弥补了其在长期冲突中面临的巨大损耗。朝鲜部队的参与不仅缓解了俄军的兵力压力，还通过提供先进的火箭炮和导弹系统，增强了俄军的火力打击能力。反观朝鲜，参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为其带来了宝贵的国际军事合作经验和资源支持。通过向俄罗斯提供军事人员和装备，朝鲜不仅巩固了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还可能获得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以缓解其国内经济制裁带来的压力。此外，朝鲜通过参与实际作战，提升了自身军事训练和作战能力，为未来可能的军事行动积累了实战经验。总体而言，俄朝在当前战争背景下的合作关系，是双方在各自面临的战略需求驱动下，形成了暂时的相互利用关系。然而，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导致的协调问题，以及前线复杂多变的战况，给这一合作关系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台湾陆军自美国采购的108辆 M1A2T 主战坦克，首批38辆已在本月中旬顺利抵达台湾。
这批战车在15号深夜由专案国际货轮抵达台北港，并在16号凌晨时分由拖板车分4批运往新竹装甲兵训练指挥部。首批的 M1A2T 战车自月初从美国西岸起航，经过半个月的航程，终于是在14号深夜到15号凌晨间抵达台湾北部近海，随即进入台北港靠泊。16号凌晨，战车在港区展开卸载作业。为确保运输安全，卸载过程中，台北港加强了警戒措施，宪兵车队及港警全程护送，并禁止场外媒体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卸载后，战车由拖板车每小时1批运送到新竹湖口的装甲兵训练指挥部。首批出运的10辆战车在16号0时，在宪兵及警车车队的护送下出发，预计凌晨3点抵达新竹进行装训。运输过程中，为确保机密，战车均覆盖着黑色防水布，仅露出履带及负重轮。车队迅速通过港区，由宪兵车队开道。台北港在15号晚间6时到16号上午7点，因设备保养，全码头和储区机具暂停作动，未对外开放。卸货期间，港区内外严密封锁。中央社记者现场观察到，多辆民间的重型拖板车辆进入港区进行运输作业，并卸货码头外围筑起了超过1人高的隔板，形成了货柜墙，防止外界窥探战车卸运全貌。这次台湾向美国采购的108辆 M1A2T， 计划在2024到2026年间分批接装，每批数量为38辆、42辆和28辆。首批抵达的38辆战车中，除了主战坦克外，还包括了4辆救济车，已经完成转运至新竹装甲兵训练指挥部的程序。台湾陆军现役的 CM11勇虎型与 M60A3 战车均是1960年代设计，随着时间推移，改造空间有限，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战场需求。M1A2T 战车的引进被视为提升台湾陆军战力、现代化装备的重要步骤，受到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质疑 M1A2T 坦克全重64吨，能否适应台湾高架桥公路是个问题。但根据曝光的照片，即便是坦克加上运输车，依旧可以顺利通过高架及公路，让谣言不攻自破。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